到处都充满羡慕的目光。可当你在外面受了伤，是谁为你点亮关怀的灯光，为你疗伤？你说你成熟大方，天下无双，轻易放心上，和朋友遍布四面八方。可当你经受挫折失望，是谁让你找回信心和力量？雨水成不了海洋，一人力量大。只要家人在身旁，相信再大的困难也变成火光。无论大事小事，大家一起扛，它一定让你远离感伤。无论伤心开心，大家一起唱。可只有家，就会有天堂。无论幸福祝福，大家一起想。家一定让你充满希望，无论艰难困难，大家一起担，勇敢去闯，家是快乐的负担。大姐，你何必这样呢？既然姐夫要跟你认错，你为什么不给他机会？你以为他真心诚意的跟我认错啊？他是怕没有我，连饭都没有得吃，才会一路的跑回来。不会啦，雅喜，男人的嘴脸我看透了。有钱有事业的时候充满信心，走起路来都有风；一没有钱，生意失败，就好像一只缩头乌龟一样，躲在乌龟壳里面不敢出来。还好有个乌龟壳给他躲，要不然的话，他们真的活不下去的。那现在这个家就是林学志的龟壳，没有我，没有这个家，他是根本活不下去啊！姐夫还年轻啊，说不定他还有机会东山再起的。东山再起，经济好的时候搞到破产啊，现在经济那么差，怎么样再起来呢？他钱给人家骗都敢抢回来的，我还有什么指望？算了，这个我不想再提起他了。雅喜啊，我想开一间内衣裤专卖店，你有兴趣跟我合作吗？现在市场上有人在做了，那有什么问题呢？有人在做，不代表我不能做啊。你人面广，我办事能力强。如果呢，我们两个合作的话呢，就是双剑合璧。大姐啊，合作的事以后慢慢谈吧。佳琪叫我劝你，看在温温还小，不要离婚呢。那你就不用操心了。温温在我肚子里面的时候呢，我就开始调教他。你不要看他还不到12岁，他比起一些15、16岁的孩子还要懂事。所以呢，他绝对能够冷静接受父母亲离婚的事实。你等我一下，我去拿点东西。Hello， 温温啊，你妈咪的态度还是很强硬啊。你爹地早就被赶跑了，看来要依照我们的计划行事了。OK， 明天就开始我们的 A 计划。温温啊，是不是你爸爸妈妈打来的电话？是我爹地打来的，他说要接我回家。你妈妈让你爸爸回去啦？是啊，他们没事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了。伟典啊，你看一下店，我去一下银行哈。哦。啊，拜拜。喂。你干嘛？雅琪啊，该走了。快点啊，没有时间了。我在找律师的名片呢。边走边找吧。哦，哎，大姐有电话。不接了。可能有重要的事呢，说不定是佳琪打来的。他打来我更不要接啊，一定是劝我不要离婚的。总之啊，我心已经死了。来来来，
那我来听吧，好。Hello， William。什么？温温他怎么了？威廉吗？温温怎么了？温温他，你怎么哭了？温温他怎么了？只是很担心。担心什么？阿妈她，是老板娘她临出去的时候交代我看到温温，我才从厕所出来一下子，温温她就不见了。他是不是在楼上啊，还是在姑姑那边啊？都找过了，没见到人。我刚才听到温温跟她同学讲电话，越听越可怕。他们讲什么啊？温温说，什么？什么？威廉，快说啊！温温说，她很伤心，不想看到父母亲离婚，不如什么啊？不如什么？不如离开这个地方算了。什么事啊，大姐？温温她失踪了，可能自杀。什么？没有啊，没有改变计划啊。不是已经跟温温说了吗？由他打电话给大姐，骗大姐说他已经生病了，分散大姐的注意力，然后由我们打电话去约大姐夫出来吃午饭。自杀？那你不要慌，我去找大姐夫。温温啊，其实我觉得呢，你应该尊重你妈咪的意见的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没有，我是说，如果你爹地跟你妈咪呢真的不能相处下去的话，那离婚是在所难免的嘛。那你没有听过一句话说，勉强是没有幸福的啊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居心不良啊！我没有。还说没有？每一个都不希望妈咪和爹地离婚，就你赞同？你打我妈咪的主意啊！那我警告你啊，你不准把刚才的事告诉别人，要不然啊，我去告诉别人你打我妈咪的主意，到时候啊，你就不可能在这里留下来做工了。不要，我不会说的。我去扫地，我去扫地。这样也被吓到。这么厉害呀、这样也看得出啊！喂，你上哪去了？哎，你不要管了。总之，如果有人问你的话，只要照我的话说好了。拜拜。哦。 Mary 啊，来吃点面包。哎呀，来，我跟你介绍，这位是 Ryan， 他是位歌唱老师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现在在跟 Ryan 学唱歌啊。是吗？你参加那个最漂亮妈妈比赛，不是要表演唱歌吗？不如叫 Ryan 指点一下喽。那怎么好意思告诉呢？你，你长得那么漂亮，这漂亮妈妈奖非你莫属。哪里？一起做。哎，好好好。啊，对。教他唱2句吧。对呀对呀，反正人不多，就唱2句吧。哎呀，不要啦，很丢脸的。哎，你一定要唱2句，我才知道你的音色嘛。对呀，你就要表演给人家看嘛，就唱嘛。做人呢要开放那个怀抱。哎，那好，不过你们不要笑哦，我唱2句就好，2句。快乐密码没有想象中复杂，只要你懂得慢慢去欣赏。快乐密码没有想象中复杂，只要你懂得慢慢去欣赏。怎么样，好不好？这个意思不错哈，这个有点像凤飞飞呀，是不是？对，真的。不过我觉得你这个节奏感呢就比较弱，要练。那唱歌呢，一定要用丹田气。啊，我唱一小段给你听啊，你看，丹田啊，敲敲门，你在不在？看到你我心开怀。好哎，怎么样？对。啊，丹田要练。真的是用丹田练的。对。丹田。这每天就要练，这样练的吗？顾家，大姐夫，顾家，温温怎么样了？
没有，我们到学校去，学校今天没有上课，一个人都没有。我们打电话找到同学呢，也没有他的消息啊。股长啊，这里有没有消息啊？对，没有啊，刚才我在附近走了一圈呢，不见人呐。那怎么办呢？老婆，老婆。 你们慢慢试，不够的话跟我说哈。什么事啊？温温不见了，你还在那边搞什么？不是首削喽！现在这行竞争这么激烈，不首削一下怎么可以啊？我们是卖楼梯的，不是开吧的哈。喂，你说什么屁话？如果不是我，你现在不是在这里卖我楼梯，而是在外面收嘎隆古尼哈。你不是看扁我陈树根吧？我就是看扁你是陈树根，你以为你是陈树成呐？啊？股长，我们先不要吵，我们关心一下温温好不好？ 温温呐，喏，都是他哦。姑姑啊，昨天温温他跟你在一起，他有没有说些什么？没有啊，昨天晚上一回去我就叫他睡觉，今天早上起来还好好的啊。怎么，现在懂得急啦？早知道这样啊，就不要闹了。温温还是读高才班的，他可是未来的精英啊，社会的栋梁啊。你说万一他有什么事，有多可惜啊？这个社会上有多少这样的孩子啊？ 你们也知道，现在孩子的心思有多复杂，万一想不开，他跑去跳。哎，姑姑，我也是说说而已嘛。温温这么懂事，不会真的跑去跳楼的啦。大姐夫，大姐夫，不要这个样子啊！大姐夫。 这个样子啊！我打电话给大姐，或许大姐有温温的消息哈。大姐夫，不要这个样子。喂。妈的说啊，温温没有打电话过来。不要叫他过来，我不想见到他。大姐，到了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再生气了。其实发生这种事情，大姐夫也是很伤心的。你我跟他说，嘉熙啊。 对不起啊，嘉熙。喂，不要在外人面前丢人现眼，我已经够烦了。你再哭哭啼的话，只是给我火上加油。我不要跟你讲话了，你叫佳琪来听电话。不能说，我不能说，要秘密被拆穿的话，我就完蛋了。温温的事情叫他不要插手，既然他可以做到把他撇下跑掉，现在哭哭啼啼有个屁用啊！你跟他说啊，叫他走得越远越好，我不想再见到他。妈的！ 佳琪啊，叫靴子快点过来。妈的，我跟你讲了，我不想再见到这个人呐！你现在是耍性格跟发脾气的时候啊！你有没有想想你女儿啊？有没有想想雅喜跟佳琪？你以为他们两个没事做，跟你们夫妻两个团团转呐？啊，想发脾气就发脾气，想离婚就离婚。问问你自己，温温会怎么想？啊，现在温温不见了。 啊！就怪全世界的人呐、难道你自己没有错啊？去哪里？小便啊！你跑到哪去了？你是不是要吓死我？没有来啊？好，谢谢。对不起啊，我是温温的爸爸，请问温温有没有打电话给你呢？没有啊，谢谢你啊。William， 啊，是什么事啊？我们去报警。为什么呢？你是最后一个看到温温的人，去告诉警察你所见到的一切。对啊，William，
我觉得报警比较妥当。失踪没有超过48小时是不能报警的。谁说的啊？电视剧啊。神经病啊！电视剧说的你都相信？威廉，事不宜迟了，走啊，报警不用等时间啦。快点走啊！走吧，我们走吧。哎，等等，是我用电脑发来的简讯啊。啊，那就是说，问问他还在家里啦。我要完蛋了，快点来救我！问问，我说你们，开车小心啊！什么事情那么紧张啊？懒得跟你说。哎，给我来，我来。快点啊！快点！大警报！我看你们留在这里，让雅琪进去看看发生什么事比较好。为什么？你没有脑的，佳琪说的对啊。如果我们就这样突然间冲进去，吓到温温的话，可能会一时失手的。对啊，只是以防万一啊。哦，雅琪，麻烦你了，来，小心一点。温温，你在干什么啊？我在煮意大利面呢。哎，我妈咪、爹地呢？他们在外面，你怎么跑回来煮面了？我当然有目的了。为什么没有依照计划行事？哈，你跟二舅的计划啊，对不起啊，请原谅我用优秀这2个字骗不到妈咪。那你也不可以用威胁、欺骗的手法，还说什么离开这里？我是要离开这个地方啊！我离开了快乐鱼，回到了我的家。那我快完蛋了，快来救我！怎么解释？我有次煮坏我的面吗？所以啊，就叫你来救我喽。待会儿啊，你帮我看看啊，面行不行，好不好？你呀、真是诡计多端，强词夺理啊！还有一句话，用心良苦。妈咪、爹地说要离婚，那我就快要变成单亲小孩了。我在想，如果他们上了法庭，法官问我要跟爸爸还是跟妈妈一起住，我一定答不出来的。我真的很爱我妈咪，也真的很爱我爹地，我不想失去他们任何一个。雅琪姐姐，我刚才去买东西的时候，一直在想，是不是我带给妈咪和爹地太多麻烦，他们才会这样？你怎么会这么想啊？比如说，妈咪为了栽培我，从不吝啬在我身上花钱。不管我要买什么书，上什么课，她都会让我上。即使我没有说要上，她也会让我上。5个星期上18种课程，从钢琴到美术，从英文到快速记忆法。你说她要花多少钱？那你指，我还要跟你准备做活的费用、读博士的开销。我爹地34岁才生我，所以把我当成宝贝一样。可是我从来没有带给他好运。我出生不久，爹地的生意就失败了。我听妈咪说，爹地以前是一间公司的 CEO， 有100多个下属，说有多威风就有多威风。可是我出生不久，爹地的生意就失败了。雅琪姐姐，你说我是不是真的带给他们坏运气？傻瓜，爹地怎么会怪你？大姐夫，你不要哭了。爹地妈咪现在也许已经在律师楼办离婚手续了。我们这一家，也许再也不能在一起了。妈妈好像在哭。我只是想为他们煮一顿晚餐，可是我不知道他们肯不肯。肯，我肯。妈咪，妈咪。文文，爹地也肯，爹地也肯，爹地，爹地爱你。
啊。温温，你好厉害啊！我长那么大都没有煮过意大利面吃啊。这是一件幸福的事啊。怎么说？这证明啊，有人关心你，愿意做东西给你吃。有道理。那你会不会煮意大利面吃啊？我等你煮啊。对不起啊，我要永远做个幸福的小女人。什么才叫做幸福的小女人？那就是永远都不用踏进厨房。那我不是变成倒霉的大男人？大人姐不一样。喂，那你还不快点滚进去学，要不然的话，雅喜不会嫁给你的哦。来，先吃煎蛋，等一下呢还有蘑菇蒸鸡呢。哦，他的蘑菇蒸鸡啊，真的很棒的，你一定要学啊，然后服侍你老婆。惨了，大姐夫，我很快呢就跟你同病相怜了。哦，不会，那能够伺候老婆也是一种幸福。这是我听过最动听的一句话。走了，要不然我的行情会越来越降的。走。大姐，大姐夫对你真的很好。那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希望佳琪像他一样吗？女人啊，要的不是一个好男人，是一个有魄力的男人。好深啊！哎呀，妈咪，你们呢不要再提男人了啦，这可是我们女人的世界，让我们为女人啊吃一口意大利面。对，女人万岁！煮饭吧，大姐夫。叫我煮。真好吃啊！我要吃2点。这么晚了还在这里啊？我拿东西喂猫啦。野猫不要乱喂，喂惯了它们，时间一到啊就跑来吵死人了。喂，大妈，你要做什么？没有关灯，我还要进去放东西啦。那记得待会儿你关好灯啊。他真的走了。走了。喂，你干什么？你放手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我帮你，我是不想看到你被别人打死。你干什么啊你？你是不是不喜欢我啊？这个时候还有心情说这样的话？如果你不喜欢我，我走了。干嘛？你先在这里不够舒服啊？不是，反正你都不喜欢我，而且我怕你大妈发现，又搞得你跟你大妈不靠心。你还是自己顾自己吧，你还有时间关心我，省省啦。哎，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啊？关心你一下都不可以。你呀，整天这样子过日子，不是给人家打死啊，就是一辈子进猪监了。你我不想好好过日子吗？你又不想正正当当的做一个人吗？可是我可以嘛！我15岁就被抓进去感化院，哼，出来之后连我家人都看不起我，我连家都不能回。19岁还被抓进去监狱，哼，像我这种 record， 谁敢请我？那只要有这样的工作，谁又不想做啦？是我啦。他们说我做过监牢，只给我900块，还说什么是给我自新的机会。我这他妈的王八蛋呐！你说我这种烂工作，我怎么做得下去啊？那走私贩毒的工作你就做啊？什么走私贩毒？我现在不是躲在这里吗？你到底要我怎么样？是不是真的逼我去走私贩毒？我讲你几句，你就跟我大小声。我选择走这一步，也只不过是想赚多一点钱，然后退出江湖去搞点小生意，让那些看不起我的人大跌眼镜吗？然后再娶你做老婆喽。啊，算了，总之我躲在这里变缩头乌龟啊，说什么都没用。我先在这里躲上2天，避避风头，然后溜去国外。这件事过去之后，我再回来好了。你走到哪里，还不是要混日子？不会啦，我朋友在开鱼行，他一直问我有没有兴趣跟他合作，我这次过去就去找他喽。那很好啊。嘿，好个屁呀！跟他合作，我需要1万块，我到哪里去找？你跟我谈钱啊？我没钱啊。来，过来，我有记录给你看的。哎，你看，我跟你借的钱啊，我都有记录下来的。总数是3200，这么多。
总之我会连本带利还给你的。钱都出去了，你还不还我能决定吗？我是看在大家是同学的一场，又是邻居的份上，我能帮就帮，你别想到别的地方去了。你怎么老是说这种话？你有没有把我当做你的 steady？ 放手啦！哎，佳琪，佳琪，什么都说不清楚，真是吐血。哎，佳倩，你没有先去看那小王八蛋还在不在？那你跟他讲哦，如果要大便刷牙，叫他尽快早一点了，不要等到全世界的人出来的时候他才跑出来 ，OK？ 他也没有说到底要待多久。啊，你这2天最好不要出去啊！要是遇到坏人，你还知道。别说，我知道了。看到我好像看到仇人似的。哎呦，满德，你念什么念？你怎么了？怎么？问你的脸怎么了？昨天人影不见，今天就变成这个样子。跌倒了。跌倒，我看是被人打。没有啦，我去练舞狮的时候跌倒的啦。妈早，大哥早。哎，佳琪出来了，他医生，你问他，这是跌伤了哈，哦，跌伤了哦。妈，大哥的伤是跌伤的，皮外伤罢了。你看是不是？我管你是跌伤啊，还是被人打伤啊，40岁的人了，我才懒得管你。还舞狮跟小孩子闹，你不怕被人笑？妈，你说不管不管，说个不停。那我是不想管啊，可是你看他那个样子，哎呀，别说了，别说了。哎呀妈的，你就当是没生过我这个儿子就好了。放屁你！不是吗？人家都说我跟佳琪、佳玉、佳琪他们都不一样，哎，说不定真的是你抱错了。哎，听说我以前常常摆乌龙，在医院生个儿子，抱回来不见了鸡鸡变脸。妈的，开个玩笑而已嘛，这么脸上可不要这样黑。早知道啊，不把你抱回来啊。哇，蒋家福啊 ！Good morning, everybody。哎，早。爸早。喝点茶。爸妈，你的脸今天看起来好像特别滑哦。是吗？是啊，一点皱纹都没有啊。是不是跟你那炸鱼一样，有什么特别的秘方啊？什么秘方啦？多填了2片黄瓜而已啊。你只用2片黄瓜往脸上一贴，这么快就有效果出来了，厉害啊！多喝一点甜咖啡啦。自己来。哇，彪我哎！拍马屁的功夫一流，这样就赚到1杯咖啡啊！我闹拍马屁，这是肺腑之言呐。肺腑之言还是废话连篇？那么多话，吃你的面包了。对吗？哎，大妈，不要听他乱讲话。你现在如果再穿你3点式的话，我保证还有很多男人眼睛对着你这边打转，老爸，对不对？怎么？哇，老爸，你怎么一天到晚都不了不了的啊？不了不了，老人痴呆症咩？是喽，没有女人搞就变痴呆了。爸，明天你有没有空呢？什么事？哦，佳琪想帮我们安排做一个全身检查。哎，佳琪，你工作忙，不用麻烦啊。不会麻烦的，我只要打一通电话安排一下就行了。爸，明天我载你去。哎，不好不好，你很忙啊，不要跑来跑去啊。二哥都已经安排好了，干嘛还跟自己的儿子这么客气啊？佳琪很忙的，打扰他不好意思啊。Hello， 儿子嘞，什么不好意思？我不吃了，我去打太极了。别理他，不识好人心。奇怪，法德对佳琪还是怪怪的哦。大哥，说来听听看，怎么样的奇怪法？你不觉得法德跟佳琪讲话不像爸爸跟儿子讲话吗？你有同感啊？你也觉得啊？不是我觉得，是有人觉得说。谁？哎，没有啦。什么没有？明明就是有话就说出来，不要吞吞吐吐的要说不说的。不是我不说，我是不敢说啊。干嘛不敢说？我怕说了准挨骂啊。有话就说，有屁就放。你知道大妈的脾气，不喜欢拖泥带水了。那我说了，你可不要骂我啊。行了，谁骂你？哎呀，快说啦！
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家已经够复杂的了。老爸先跟大妈结婚，后来泡上我老妈，那大妈一气之下就离家出走，一走就走了7年了。那我妈跑了之后，大妈您就回来了。这已经是陈年旧事了。所以就是要从陈年旧事说起啊。你一个人离开，可是你回来的时候带着二哥一起回来，对不对？这件事情大家也都知道。对呀，那个时候佳琪都7岁了咯。大妈一个人离开，回来的时候2个人呐，那你觉得别人会怎么说啊？会怎么讲？哎，那个时候妈的已经怀孕了哈。哎，你不要说，他们讲妈的去偷男人，佳琪不是发的啊。人体器官当中最可怕的就是嘴巴啦，所以咯，二哥不是老爸的亲生儿子的谣言就开始四处散播了。我看不如这样子嘛，明天一早呢，我们去做个 DNA 检查。你神经病啊！就是有那么多人吃饱饭没事做，总喜欢搬弄是非、说长道短。你跟他们一样发神经啊！老实说，家父说的这件事情又不是什么新鲜事情，多难听的话我都听过了。尤其在我回来那几年，谁不在背后说我？我才没那个空闲去管他们，当他们去放屁。你不理他们，他们慢慢的就不想说你了。现在大妈耳根多清净啊！大妈，这你就错了。其实现实生活就跟电视剧一样，剧情会越编越精彩。如果观众一直在的话呢，就会一直编下去，编个没完没了，就像台湾那些电视剧一样嘛。哦，那你是说现在还有人在造谣？有啊。谁？别喝了，说。大妈，你不要再逼问我了，我不能说的，要不然的话，恐怕又引起另一次世界大战了。这个你放心，这么多年来，大妈已经练到刀枪不入，多难听的话，大妈也不会建议的。说。是姑姑。哦，她怎么说的？大哥啊，我可真的是不吐不快啊！我向大嫂提议搞franchise，也是为了罗家，为了快乐与好啊。他不但一口拒绝了，还用2只大眼睛这样瞪着我，好像我居心不良，想把那间店吞掉似的。好了啦，不要再说了，这句话传过去，大嫂会不高兴的。那又怎么样啊？我可是不吐不快哦。哎呀，什么不吐不快？你不是说你整天拜佛念经吗？还有这么东西要吐？我就是看透了才要吐哦。我看你是没事乱吐。你懂什么？现在我们2兄妹在谈家事，不关你的事，你走开点。什么家事？我看你是搞事才真的。搞你的头啊！你不信我，你当然不紧张啦。我啊，可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啊，还有我们罗家的主业这样被人家吞掉，吭都不吭一声的。阿银啊，不要说了，哎，喝咖啡，喝咖啡啊！哎，树根啊，你的咖啡真好喝啊！多喝多喝多喝。大哥啊，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情喝咖啡？你不能当着什么都看不见，什么都不理呀！再怎么说，你也是快乐鱼的老板啊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每一次老爸来吃炸鱼，我炸的鱼，他吃了总是把我臭骂一顿。只有你大嫂的炸鱼，他吃了满意。所以呢，快乐鱼交给你大嫂打理了，我什么都不理了。嘿，你不能这么想啊！我问你。将来快乐鱼呢是要留给我们姓罗的呢，还是要留给外姓的呢？当然是留给我们姓罗呢。快乐鱼是我们罗家的产业啊。那你有没有听说过煮熟的鸭子会飞掉啊？啊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我问你，突然间有一天我离开你，跑得无影无踪，7年之后呢，我又回来了。那回来的时候呢，带了一个小孩，那就说这小孩是你的，你会相信吗？你提这个干嘛嘛你？哎，大哥你不要管他，你喝你的咖啡哈。关你什么事？走开了！哎呦，你别喝了。大哥，你凭良心说，佳琪有哪一点像你啊？不论是外形啊、性格方面，跟你的相差10万8千里呀。我不怕什么，只怕有一天突然间跑出一个男人，他说啊，他是佳琪的爸爸，他现在是来接管快乐鱼，到时候啊，你连站的地方都没有，看你怎么办呢？那就是这样子啦。大妈，你不会生气啊？怎么会呢？这么多年来，大妈什么气没有受过？如果什么气都生的话，早都心脏病发作了。那你不会恨姑姑了？当然不会了，自己人嘛，谈什么恨呐？
什么玩？大妈这么说啊，就不是有事，而是很大一件事啊。什么玩？大妈这么说啊，就不是有事，而是很大一件事啊。会有什么事？哎，刚才马德不是说不气不恨哦？你不要看大妈表面非常的平静，可是她内心却是暗潮汹涌。我看啊，这江湖上又要多一桩腥风血雨了。哼，都是你惹的祸。哎呀，有他在，肯定有麻烦的啦。哎，你们俩都刚刚都看到了，我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。阿哥，我看这次啊，真的是要靠你出马收拾这个惨剧了。又是我？当然是你啦，要不然还有谁？你是我们总理啊。那你呢？我是反对党，专门制造麻烦的。哎，我要迟到了，我先走了。就是这个样子。妈，你就不要气了，也知道姑姑的为人，她不是有意的。一家有几个孩子，只有你最有出息，人家怎么不会问？都是罗开心的种，为什么你就这么特别？其他的为什么没有出来一个做医生的、做律师的呢？妈，你也说过啦，嘴巴长在别人身上。有些人呢，就喜欢说长道短的，要不然日子很难过的。人家说长道短，我不在乎。自己人在说长道短，这口气我怎么能咽得下？妈，姑丈早。哦，早。要不要喝咖啡？家里喝了。姑丈。真的？哦，我女儿都23岁，我都老了。不老，你看你的身材 keep 得这么好，嘿，你不说我还以为你27、28，天生丽质。姑丈，他是谁？教唱歌的，妖里妖气，看起来就。他跟姑很熟啊。对啊，才来过2次，就对他这么亲热。其实姑丈，我是事情呢想找你商量的。什么事啊？什么事？姑姑是不是跟爸爸说我不是他亲生的？我就叫他不要说了。你看现在传了过去怎么办呢？你也知道你姑姑的那张嘴巴啦。现在不是我的问题啊，而是妈已经听到了。哎呀，那麻烦了，麻烦了。你也知道你妈妈的那个性格啦，是一个计时炸弹来的，一点燃了就不得了了。对啊，所以我想趁这个计时炸弹还没引爆之前呢，将它扑灭。怎么扑灭？我想请姑姑先跟妈道歉。你知道妈的性格是吃软不吃硬的，如果姑姑肯先道歉的话呢，那妈就不会生气了。好，那就拜托你了，你去跟姑姑说一声。好，我先去上班了。谢谢你，姑丈。姑姑，我去上班了。哦，那拜拜。谁呀？我的侄儿是个大医生啊。好帅呀！是啊，长得最帅了。老婆，你慢慢喝，我过去一下。好。这条鱼姿色不错，又有一间店。哼，看来是条大肥鱼哟。不下手，就太对不起自己了。道歉？道什么歉啊？我干嘛要道歉？这件事啊，不止我一个人在说，我们这里左邻右舍谁不知道这件事啊？人家说是人家的事，我们怎么讲也是亲戚啊。如果闹开了，那我们还要不要见面的？我才不怕，他才不敢过来闹，他没胆，因为他心里有鬼。哎呦，说一声 sorry 这么难咩？哇，他摆明要把我们罗家的店给吃掉，你还要我 say sorry 呀？你是不是脑筋有问题呀？你不去，我去了。喂，我跟你说啊，你最好不要给博啊。哎呀，他已经很生气了，已经传了过去，那怎么办呢？我管他生不生气呀，本来快乐鱼我有一半的。他全部霸占掉，连一点点都不给我。我知道，他准备留下来以后给他的情夫。他这样对我，你要维护他？我哪有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跟他也有一腿啊？你神经病啊你！
你的屁股怎么了啊？我的屁股没事。没事吗？没事。就这个样子。没事没事。真的没事吗？哎，没事。哎，佩英啊，下个星期就要比赛了，你要抓紧时间练习啊！什么时候有空？啊，我看不用练习了啦。我参加比赛，只是玩也不像人家比赛啊，还要买衣服、买首饰的，我什么都不用了。你别怕，我指点你呀，不用钱的。啊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你的职业是教唱歌的嘛？你不觉得我们很谈得来吗？这样我觉得我们很有缘分嘞。所以我是个很惜缘的人，所以今天下午有空。下午啊，我要看店嘞。好啊，就在这里呀，我在这里教你啊，好吗？这样也好了。那我们说定了，下午在这里我教你。好，我先走。好，拜拜。哎，老师啊，你的狗比鲁蒂还没给钱呢。哦，多少钱呐？哦，是3块半，我算你3块就好了。我给你5块钱。不用找了。哎呀，怎么好意思啊？说定了，今天下午来啊！下午见，下午见。臭婆娘，等以后我们把你吃的连骨头都不剩。不是你说的，那怎么会传到大嫂的耳朵里去呢？对呀，昨天在店里就只有我们3个人。难道大嫂在我的店里装了窃听器？哎，那我要上厕所怎么办啊？你忍不住的话，那你用这个啦。啊？那不是比坐牢还要惨？那你总比给人家砍死好吧？不行啊！我想大便，快点！你在里面等一下，我去外面看一看。我早就叫开营不要乱说话了，大嫂对这种事情很敏感的嘛。大哥，你帮我跟大嫂解释一下好吗？你这样，我肚子不舒服，我去厕所。哎，大哥，你这样跑了，真的是没有。哎，谁在里面？应该是大哥吧？嘉龙，我下来的时候他还在楼上，谁在里面？那可能是威廉。爸，不如你用楼上的啦。大哥，我还是在这里等等吧。快点！哎，苏哥呢？今天不用看店了。哦，开营在看。大嫂，你今晚有没有空？什么事啊？我跟开营想请你跟大哥吃饭。哦，今天是什么日子啊？不是什么日子啦，我想大家自己人嘛，聚一聚。哦，那谢了，还是叫开金去吧。哎呀，我呢最近胃口不太好，吃什么就撑着。哎呀，浑身不舒服，就好像人家说的，吃饱了太空闲了，什么问题啊都来了。大嫂，对你我也不说什么门面话了，是开英的嘴巴不好，得罪了您大人有大量，不要跟他计较好吗？开英有得罪我什么吗？佳琪一早就来找我们了。哎，这个佳琪也真是的，叫他不要插手嘛，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解决。苏哥呢，你跟我做亲戚这么多年，我的脾气你应该了解啊，是非曲直，我是一定追究到底的。特别是我的名誉，我更不怕吵，不怕闹喽。大嫂啊，大家都是自己人嘛，闹出去会给别人看笑话的。哦，那我就更不怕了，反正我已经给人家笑了20年，我这个脸皮啊都笑厚了。只是没想到现在别人不说，反倒而是自己人说啊，说不定啊现在啊左邻右舍啊又像看电视机重播一样，再拿出来笑我喽。无人能挡，到处都充满羡慕的目光。可当你在外面受了伤，是谁为你点亮关怀的灯光，为你疗伤？你说你成熟的榜样，天下无双，
请你放心上，和朋友遍布四面八方。可当你经手做这事望，是谁让你找回信心和力量？一水撑不了海洋，一人力量大。只要家人在身旁，相信再大的困难也变成火光。无论大事小事，大家一起扛。家一定让你远离感伤。无论伤心